修老师，我记得进仁和第一天，你带领我宣读医者誓言的时候，第一句就是：“对于传授我医术的老师，我将像父母一样敬重。”可是誓言后面还说：“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，也绝不授意别人使用它。我要清清白白的行医。” 清清白白的生活，这些誓言一直在我心里回响。可是自从30年前那天开始，它就时刻刺痛着我。我其实不配做一个医生。 1984年6月3日，是我和修敏琪，我们害怕被追究陆中和利多卡因过敏致死的责任，胁迫药房主管曹广一伪造了一份取药单，把利多卡因改成了青霉素，把这件事情全部推到了护士张淑梅的身上。 他被调查组认定为这起医疗事故的唯一责任人。后来，张淑梅一直在申诉，但是我跟修敏琪从来没有说出真相。曹广一也在多年前离职出国，最终张淑梅精神失常，自杀身亡。 现在，我在仁和医院全体同事面前说出这段往事，是因为我说服不了自己的良知，也欺骗不了那些见证了事情真相的眼睛，更无法面对那些从往事中走出来的后人。 这就是那张真实的取药单，上面写着与档案里的证据完全不同的内容。它表明当时张淑梅在药房领取的是利多卡因，不是青霉素。 30年前那个晚上，张淑梅离开仁和的时候，她是多么的绝望。修老师，我们不要再错下去。 博文，我不明白这个事儿从何说起啊？30年前，张淑梅从药房领取青霉素，注射给病人陆中和，致其过敏死亡。原本的病历、医嘱、手术记录。 取药单据全部封存在档案当中。据调查组核实，此起医疗事故事实清楚，证据真实，材料完整，我愿对其定性准确，处罚适当，程序合法。仁和医院当时领导认为张淑梅一向工作认真，此事实为工作事务，除对她行政记大过处分之外，将她工作岗位转到图书馆。但是张淑梅同志拒不认错，
一直声称自己被诬陷，从此违反劳动纪律，缺岗离职，四处申诉，直到后来被劝离。这么件简单清楚的医疗事故，今天在这儿翻出来，有什么必要啊？当时住院医师钟西北曾经宣称自己看到张淑梅取出的是水剂，而不是粉针。但是经过现场调查，陆中和的病房内并没有水剂利多卡因的安布品，只有使用过的青霉素的西林瓶。仅凭他一人证言，无法证实此一说法为可信。所以，陈曦啊，你刚才说，你父亲是一个青霉素严重的过敏患者，并且由此推论他对利多卡因过敏。好，这我理解。但是据此就来推论当年张淑梅的申诉说法为可信，这两者却无因果逻辑啊。退一步讲，即使你父亲真的对利多卡因过敏，那与本案无关，因为他接受注射的根本就不是利多卡因，而是青霉素。还有什么？哦，取药单。哎，我来看看吧。我看看。我记得我刚才说过，本案的原始材料经由当时的调查组认定真实，并没有任何篡改跟伪造的嫌疑。时隔30年，你突然拿出这么一张取药单，而这取药单据上的签署人张淑梅已经去世多年，曹广义不知身在何处。那谁能证明这档案中那张取药单是真，还是这一张是真的呢？还有什么？4个多月以前，张淑梅的儿子小兵，现在叫庄树，应聘来到仁和行医和支教。他找到钟西北，但是就和现在一样，他也没有有力的证据能推翻当年的调查结果。他只是请求我们，凭着医者的良心，能说出当年的真相。而我们放不下名誉、身份，拒绝了他。最后，庄树患上了抑郁症，离开了中国。修老师，我在一台众人瞩目的肺移植手术中，向媒体撒了谎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是学术造假。在我当院长期间，我隐瞒了药瘾、酒瘾，手术中差点酿成大错，提前退休了。名誉地位，我是一无所有。你觉得我为什么？又有什么必要站在这儿诬陷你？当年这件事情，
事实清楚，结论已定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疑点，还有新的证据值得再去反驳。即使有人再有什么相关的线索，我也希望他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反映情况，而不要再出现像这样有损仁和医院荣誉的行为。这么一个简单的医疗事故，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，它带给我还有仁和医院所有同事的，应该是什么？我想应该是痛定思痛，直面问题，尊重科学，而不是在这么一个场合互相构陷和指责。你今天既然拿这个事儿来问我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修敏琪从医50余载，始终无愧一个医者的良知。我的话说完了。杨院长，这位是杨院长，会议结束了吧？我们是市卫计委纪委的，今天想就仁和医院的医疗器械采购问题向您了解一下情况。哦，不知道是哪批器材呢？先锋公司，您熟悉吧？熟悉，很熟悉。副院长您来了，修老在里面。哦。老师，当年曼祖肺在人口死亡原因当中，长期位居前5。不管我们怎么努力，患者还是一步步的恶化、死亡。好像除了移植，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救他们生命。作为胸外科的医生，我不甘心。既然肾脏、肝脏、小肠、骨髓都能移植，为什么胸外领域对肺移植要却步？79年，北京团队完成第1例肺移植。虽然患者在术后因为感染跟排斥死了，
但是我看到了希望。既然手术能做成，既然患者在术后能够延续数个月的生命，那就证明这大方向没有错。胸外科的最尖端肺移植可以被攻克。好，之后5年内，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肺移植的申请和研究。终于，我的团队通过了考核，开展肺移植的项目珍贵批文下来了。那是哪一年啊？1984年。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陆仲和死了，死于一个与我们无关的意外，死于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会致命的利多卡因。是的，这跟医疗事故毫无关系。如果按照普通医生的标准来讲，我们都没有做错。可是当时肺移植项目是最尖端的研究，需要最优秀的专家来进行。那么，一个给患者开利多卡因而致死的医生，会是最优秀的专家吗？尤其当时那个大外科主任、院长，还都是非专业人员，他们能懂这个分别吗？他们不会给我们扣帽子吗？难道因为这个事故，我申请了5年的肺移植研究，要就此停止吗？我明白，我当时想的也和你一样。可张淑梅毕竟是无辜的，我们为了自己冤枉了一个人，让她死在了这件事上。我们为了自己，哎呦天啊！从84年开展项目起，到第1例单肺移植成功，到第1例双肺移植成功，人和胸外科挽救了多少患者？我们挽救的慢阻肺、纤维肺、肺动脉高压这些患者有多少？他张淑梅是谁啊？一个护士而已。如果我们两个当时因为这个事而解职，那么有多少患者不能得知，甚至丢掉生命？你想过没有？生命是平等的，我们没有权利牺牲任何一个生命去换取医学科研的发展。就算是我们因此失去了这次科研的资格，医学发展也不会停止，反而是欺骗与造假，才是医学科学最大的隐患。幼稚！如果让我重来一遍，如果时光可以倒退，回到30年前的那一天，我依然会做同样的决定，绝不会改。当然，我也知道，今天你们在大会上这样做，其实结果已定。一切都无法挽回了，我败了。
罗文，你看看吧，我想你应该知道。中国嘉林市爆发高度传染性急性肺炎，截至昨日，嘉林市共发现近100例疑似病例被隔离治疗，其中25人状况危急，已经有5人死亡。中国卫计委对此高度重视，对首发医院仁和医院采取了封锁隔离的措施。最新的发言称，该次疫情爆发与E. coli 耐药菌株的变异有关。目前仁和医院收治的疑似病例一共有60例，确诊了25例，死亡5人。我们已经初步确定是耐药型E. coli 变异株的感染。目前尚无对其敏感的药物，所以对患者的治疗都是以经验治疗为主。这和你之前送去的菌株有关系吗？我记得你提过，这种菌株目前发现了变异株，有可能从重症患者的易感人群变异成可以感染普通人的菌株，是这样吗？是的。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士的实验室都先后发现过，而我送去北京0号感染的菌株，跟他们发现的非常类似。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要信息，应该立即与疾病控制司讨论。但是，我离开的太突然了。好了，剩下的活儿还是我自己去干吧。菌培养还有药品实验都在加紧的进行，但预计最快也需要5到10天才能完成。有关信息，过几天我们会按照上级的指示召开记者会，向媒体通报。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这么多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要忙。
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你说笑一笑啊，让我把阳光照进你的旅途。你说你懂我吗？我要寻找那不再交替的时光。看那阳光洒落在脸上，暖暖的融化了心里的冰，变成泪水流下来。自从你把改善呼吸和立刻切除脓肿的建议发过来以后，我们就立刻调整了治疗方案。现在感染性休克、呼吸窘迫的越来越少。我联系了疾病控制司，这次爆发的感染就是林浩菌株的变异株。北京疾控中心微生物组刚刚提出的4种已经停用10年的抗生素的联合用药，应该可以起效。当时杨帆阻止你调查，还好你没有轻易放弃。子轩和杨宇的情况怎么样？还好，他们还好，目前没有生命危险。虽然重症肺炎、氧分压下降，但是上了呼吸机以后都有所好转，没有发生脓血症和电解质紊乱。但是修老师已经去世了。他也感染了。爆发的第3天，他和傅老师一起抢救一个呼吸困难的患者，吸引器坏了，患者窒息。抗灾表彰大会以后，有关部门对当年的事重启调查。修老师在进疫区前给调查组写了一封信，承认了他当年做过的所有事情，包括串通傅博文、修改取药单据、欺骗调查组、诬陷你妈妈。谢谢你和傅老师。我本来想等调查结果出来以后再告诉你，傅老师说这对你的抑郁症是一剂良药，没想到调查被感染给打断了。
所有人都在忙着抢救，看着同事们一个一个倒下去，我当时特别害怕，特别想给你打个电话，但又不想你回来。我想，有一天等一切都平静下来了，我到美国去找你。我想当面把这件事情。我们结婚吧。笑什么呀？还是你说出来了。陈晓聪说了，如果咱们2个人结婚，肯定是我求婚。这下过年的时候有人替我值班了。原来有人替你值班，比有人娶你还让你心动。岔开话题，说你这次回美国都干嘛了？从来不给我主动打电话，都是我给你打，你也不联系我一下。要是没件事，你是不是就不回来了？你回来还走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爸我妈催我不是1天2天，我把所有能用的理由都用光了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怀疑你真的。我已经不是院长了，也不再掌握那么多科研资源。你放弃美国的职位回到中国来，你可得想清楚了。以后申请基金、采集数据、联系科研项目，就全凭自己了。爸，您说我现在学医还来得及吗？你想做大夫啊？是啊。怎么样，给个意见？大夫有什么好当的？你还嫌我不够累啊？我不是说要在中国当大夫，在美国也不轻松啊。我想去非洲，做医疗支援。好，选了个最累的。走吧。等等，哎，爸，这合适吗？你父伯伯说了，送给我了。走，快点。哎。小家伙真是坚强啊！当妈的生了这么大病，都没受什么影响。没事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不来揍不行，他妈天天催着。陈好帅，等你出生以后，你要好好感谢你壮大大啊！都要考博士的人了，听听你起这名儿，好帅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当好帅的爸爸。陈好帅，陈好帅，别动。有一年我到山区去做医疗支援，那卫生所还没这教室大呢，医疗条件就别提了。遇上谁做手术，得用牛车拉到县医院。那县城的医院条件也没好到哪儿去，手术室瓷砖墙、木头窗，到处漏气漏风。我跟主刀在里面开胸，隔壁的铺面就在那儿咣咣咣的拆墙，主刀说什么我一句都听不见。更夸张的是，手术做一半，咣啷一下，墙全倒了，手术室的窗户全都砸碎了，灰啊土噗的一下就进来了。对面站的谁根本看不清楚，别说手术野了，什么消毒措施，什么无菌原则，全完蛋。这要是让咱们手术室周老师看见了，当场就得背过气去。那个病人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重度感染呗。不过最后还是抢救过来了。啊，这都能活？这听着就够不可思议的了吧？但是就这个，跟我的导师比起来，那都不算什么。当年他在一破庙里面做手术，手术床是用砖头搭起来的，旁边支一口大铝锅，什么镊子呀、手术刀啊，全都在里面煮着，一个做完了接一个。你想想那里面什么味儿？那个陆老师，我们马上就要上课了，要不然下次再听您讲故事。着什么急啊？还有半小时呢。不是我们着急，是庄教授着急。他都坐那儿等您半天了，是不是找您有事儿啊？他没事儿，
甭理他，咱们接着说，200年前怎么做手术？你们想想，没有消毒，没有麻醉，没有抗生素，让你们拔牙你们都不敢拔，就是靠助手直接上去按住清醒的患者，主刀直接上去开刀，那场面多惨烈呀！可是就是这种方式，是今天所有无菌规则的高精尖手术的祖宗，你们知道吗？陆大夫，等会儿，我正讲到关键的时候。那个有个之前的老患者找来了，我要跟你探讨一下。我就说庄教授找您有事儿吧，那我们先走了，老师，拜拜，陆老师，再见。来，下次讲啊，下次再聊，拜拜。哎呀，好久没来医大讲课了，才2节课，一点都不过瘾。你刚刚说那老患者谁啊？曾经的老患者，咱妈。今天说我们俩3天之内必须得把婚纱照给拍了。来，什么咱妈叫的挺顺嘴的，还没领证呢啊！所以我急呀。体检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之后我们就可以领证了。你说你不想办婚礼，像是被人当猴耍。长辈们已经够妥协了，不办就不办吧，婚纱总得拍一套吧。你挑一套，我们赶紧把它拍了，也算是交差。就你嘴甜，我糊弄我妈，现在越来越小吧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土死了，没有一套好看的。就知道你毛病多，还好我有准备。来，那咱俩就穿这个拍吧。怎么样？既好看，又有职业特点。傻不傻呀？白天我就满眼的白大褂，晚上回家再看咱俩穿白大褂的照片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做梦都得梦见上班啊？不穿。那你回去跟你妈解释，是你不着急结婚，可不是我。哎呀，乖了乖了，照片是肯定要拍的，但是今天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说有一个学生要考我的研究生，傅老师介绍的，今天要来听课，下了课呢再给他讲一讲。到现在没见到人。什么学生这么大来头？约的是10点半，你现在都快12点了。你对这么不守时，也能接受？得，我就是不等人，我今天也不想拍照片。我饿了，我要去吃饭了。回头跟傅老师说说，这么没有时间观念的学生踢了得了，考你研究生。没错。请问，这是陆晨曦副教授的讲座吗？是啊，但是已经结束1个小时了。这嘉陵医大跟迷宫似的，我绕来绕去，你就绕吧，绕着绕着你就找到出去的路了。啊，我刚也担心我找不着出去的路，不过我想我总能绕出去的。你还挺能顺杆爬的你。你就是那个胡什么来着？我叫胡歌，我是上海来的。您叫陆教授吧？对不起啊，我今儿迟到了。不过见到您我还是很高兴的。我看你要别叫胡歌了，你叫糊涂吧。我哥叫糊涂。这人和新人的质量真是越来越差了。就这个王峰教授的高材生，考你研究生差不多。陆教授，老师，您招研究生吗？我考您的行吗？行啊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叫大哥，别叫老师。大哥，大哥，只能小声叫。大哥。哎。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1次相遇。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当我转身，你仍在守候吗？什么都无